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学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的，我们当然现在还是要来关心美中之间的角力战哦。不过我们看到川普真的是疯疯的，他一直说他这个接到了中国大陆打来的电话哦，但是也被外交部，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频频打脸哦，说根本没有通过电话哦，两个人。好，我们看到是4月28号，其实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据我了解，其实两国的元首在近期没有通话。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4月25号的时候，川普就说，我们美中正进行了贸易谈判，然后他们今天在上午开了个会。好，那时候外交部中国大陆这边就说美方不要混淆视听。结果前一天24号的时候，他也是特别讲到，也就是川普他说美中在24号那天有开会谈，但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说，其实美中之间没有任何的经贸谈判。好，所以就等于是川普一直讲，然后中国一直打脸。那中国大陆的网友就说，哪有这种遇到这种天天把脸伸过来给挺这个找打的？他说挺烦人的。好，所以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看似还是没有任何交集，也应该是两国元首目前也是真的没有通话。那中国大陆这边最近做了一段影片来回呛美国，我们先来看一看。China won't kneel down because we know standing up for ourselves keeps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alive, while compromise snuffs it out. China won't back down, so the voices of the weak will be heard, bullying will be stopped, and justice will not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 All bullies are just paper tigers. 好，用英文那当然就是讲给美国听的嘛。好，中国不贵，他说我们强调卑躬屈膝，中至步步进逼，中国不贵，就这4个字，确实蛮有 power 的。好，那不知道美国看不看得懂啊？应该看得懂，因为讲英文。好，但是高关税，中国撑不下去了吗？其实美国财长也说，说不定中国大陆这边会先打电话给我。哇，真的是还是要摆一个高高姿态就说，没有啦，两方没讲话没关系，但是可能会打给我。他说，新的关税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无法持续下去的，说不定有一天会打电话给他。好，我们就等等看。但是比拜登还要糟糕吗？ CNN 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有59%民众认为川普的政策把美国经济搞得很糟，比前总统拜登的民调数字有差。美国人也是一样有比较有伤害。看到这个过去不喜欢拜登，就现在川普变得更糟了，他就说还是以前的拜登好。好，另外还有60%的民众认为川普的政策让生活的支出变得更高。那当然，你这个关税加下去一定是这样子的。好，不过川普就任100日的这个民调，大家就讨论度很高嘛，都是史上新低70年历任总统以来的新低。哇，川普火大了，他说都是假新闻，都是假民调。好，因为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只有39%人是认可川普的施政那纽约时报是只有42%，那易普所集团的支持率更是压低到了34%。他说有些人做假民调就是有病的啦。好，他说媒体才是人民真正的公敌所以都不能说他不好。那但是他现在是不是也是发现说这个民调真的是蛮难看的，要来救一下所以他呼吁说我们要减税他说这个纳入关税因素之后，很多人的综所税其实都能大幅的降低甚至是完全免除。那不止如此，陆续开始新建或筹备的新工厂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他说我们将会迎来的是大丰收。但问题是现在这个美国的财长也蛮担心的，因为美元、美债、美股同步都在下跌但是他还是要讲说，这不一定是失去信心这个1周或2周或1个月内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是一个市场杂讯反正他都是有办法来解释的。但我们也看到，现在黄金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来操纵全球？因为蛮多人认为美国是想用黄金来操控而且就总体货币供应量而言，美国仅拥有大概是8000公吨的黄金，但其实很难支撑这样的目标，而且数量远远不足，所以全球现在对美元的信任逐渐下滑，势必会促使
各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那如果真的这样，就完蛋了，美国已经就不用玩了。好，那如果习近平稳如泰山的话，这个现在看起来5.1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买的状况蛮明显的哦。我们看到5.1入境中国大陆的邮订单量已经年增173%，而且看到都很多是外国脸孔，因为他们要带着大行李箱来中国大陆扫货。主要原因我想也是因为关税啦，真的太贵了，所以中国大陆外交部赶快这个推波助澜，说我们欢迎中国的外国朋友进入中国，乐在中国，让优质的中国制造飞入每个人的家庭然后让中国消费市场展现巨大的魅力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也是因为5.1黄金周，其实蛮多人真的都有到中国大陆，甚至也拍了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新加坡、阿根廷。我是法国人，我来了中国有17年。今天在这边做发现真的非常方便的。I haven't seen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you can just tap an order like here. China has so many convenient ways to buy things. So 看到5.1黄金周，杭州西湖奶茶店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来打卡拍照。原来是因为这家店为了欢迎外国友人，在店铺外备上了双语菜单、多语推荐的留言板那不少的外国人说，哇，怎么可以体验的这么丝滑然后也对其中的这个碰触的快速点餐跟支援16种点餐的这个程序表示非常方便，还大喊 amazing 说这次来中国真是开了眼。好，但我也很好奇，外国人的资讯科技有这么差吗？这个不是很一般吗？台湾都很多啊。好，也欢迎来台湾韩国网友则说，现在中国人把我们外国人都抢走了，难道你们不应该为此道歉吗？印度网友说，为什么不来印度？中国的说英语的人很少，我们印度人是说英语的很多应该来印度玩才对。好，反正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较劲也牵动了很多的这个民众，只要民众接近这个政治的行为之后，其实他们会有一些感觉我们先问这个赖教授，您刚刚有提到说台湾的电子支付也已经很普遍了，对啊，确实。可是如果您到大陆去生活或者说去旅游一次您如果有办各种微信支付啦，或者是支付宝，你会发现更加的便利，更加丝滑，而且更加的快速因为他们把它简易了、简化了，所以更加的方便也就是说，在大陆已经几乎没有人用现金了，很少人用现金，几乎就是一个手机就带着走了，而且不用你翻来翻去也不用找来找去，也不用找码，它都集合在一起了，它全部都集合在，你就扫一下就行了，非常快所以我想台湾这边过去是大陆有很多是跟台湾学，那现在台湾真的是值得跟大陆学我觉得彼此之间相互学习都会成长嘛。那以前台湾进步得很快，大陆很多来到台湾学习，现在大陆进步的比我们更快了，台湾当然应该要过去学习嘛，这个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有关于中国大陆不会跟美国来谈判，不会主动来谈判，我想这个影片已经讲得很明白，就是中国不跪，我觉得这个态势就很明白了。也就是说，要去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就是你要去下跪的人继续跪。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贸易战是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 WTO 的关税是各国谈出来的，而且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税的架构下，只能够在关税底下来去调整关税，也就是说，只能够在这个关税的协议底下调整关税，你能减税不能征税。也就是说，你在 WTO 的框架下，你国与国之间可以订双边的贸易协定，可以订多边的贸易协定，但是基本上来讲都不能违反 WTO 的规定，也就是要扫除贸易障碍，尽量把关税降到0，这是 WTO 的精神。但是美国反其道而行，加关税，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就是违反联合国的精神，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那美国公然的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就是一个破坏者，是一个扰乱者。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权霸道的流氓，你跟他签协议，你就是下跪。你接受他对你不公平的关税，然后去送给他某些东西来讨好他，来换得他的关税的豁免，你就是下跪。这个是道理是非常明白。那中国大陆的态度就很明白了，就是中国不会下跪，
所以想都别想。你要我去跟你谈判，别想。为什么？因为发动者是你，发动者是你。如果要谈判，是你来跟我谈，而你来跟我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把你的关税拿走，也就是你增加的关税全部都给我拿走，你增加的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全部都拿走，要尊重、平等、互惠的态度，我才有可能跟你谈。我想这个态势摆得非常的明白。如果美国人还看不懂，那是他家的事。这个财政部的部长，他很明显的还在幻想，他会接到电话，想太多了，你根本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不知道等不等得到，但感觉现在就双方都在玩一个游戏，就是看谁先这个跟谁讲电话但是我觉得美国他蛮自信心的很高涨所以恐怕会失望这教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哈，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话呢，一个建国200多年的面对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长期来讲，这个文化上的经验是差距很大的。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历史当中的话呢，这个就是在赵秦之间呢，长平之役发生的过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本身来讲，今天大陆是有意识的不接这个电话，也不打这个电话，是要跟他杠到底的。里面主要的原因是针对这个贸易战里面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因为这场贸易战是一个零和游戏美国人想的是拉拢全世界来对付中国，中国想的是让美国本身显得理亏的情况下，所以说呢，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他们的立场非常重要。中国绝对不能够认软服输。如果一旦的话呢，表现出来稍微有一点协议空间，那么他们这些人的话呢，见风转舵。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际政治当中，你们所谈到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现实问题，没有人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家就非常清楚，中国本身表现立场越硬的时候呢，那美国这边只好乱讲话。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就说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川普这个人呢是又笨又坏我们先讲他这个笨的地方就是川普这个人易怒他非常容易发脾气他会回应拿他那个 Truth Social 人家讲你100天的调查的结果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个总统有的是41%有的是39%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应该被激怒，人家公布就是要激怒你然后在大陆看得很明白，我们心里都非常明白，我们这么一个悠久文化的民族心里就知道，要让这个人难堪的话，一定要让他激怒，一定要让他展现出的情绪。现在完全中招了，所以川普现在的话呢，进退两难了。我常常在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川普吃了烫豆腐，吐也吐不下来，吞也吞不下去。然后呢，他坏在哪里呢？他就是一点坏，他乱说话，他讲谎话大家要了解，你这个谈到问题如果说你平常讲的话，为什么美国人，包含现在川普，我实在对美国很失望因为川普是第2次当总统，这表示又笨又坏的人超过美国1半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指控要不然你为什么选他呢现在的话呢，他坏在哪里？大陆本身沉稳稳的告到 WTO 告到国际贸易组织，告到联合国里面。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川普这个人坏的话，为什么要告到这么大的单位？有用吗？后来我发觉呢，就是要招诸于世，证明你的确是非常坏的证明要让大家一起来投票，让大家来问有没有一个人敢不投川普很坏的人。川普所代表的美国是不是很坏破坏了国际的贸易的秩序，破坏了国际和平的秩序，破坏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秩序。而且最难得的、最有趣的，而且最可恶的，就是这一套的秩序都是美国原来美国所支持的，美国所建立的，他现在自己建立自己破坏。所以说，对于这个美国的整个票选的制度，我打了一个大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一边鼓吹叫大家投票选举，然后另外选出来的人居然是一个又笨又坏的人？好，真的要问美国人他们到底当初是怎么想？不过我觉得就是有比较有伤害啦，所以现在很多人是觉得说，前总统拜登也不错好，那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变成是川普了。好，我要问将军，我觉得大陆这个外交部发布这篇影片来讲的话，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是这影片是由外交部发布的，而不是由这个商务部来发布的。
代表中国的立场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关税的问题，然后川普自己不断的这种反复的一直在那边造谣说谎哦。身为一个美国总统，居然造谣说谎，每天说习近平有打电话给他，一直为了要找台阶下来哈。这个不惜这个总统自己亲自说谎，甚至于记者后来堵着麦克风去问他的时候，他这种言语闪烁。但是问题是说，你这样讲之外，另外贝森特或谁也有意无意释放一些的这种讯息，好像中国有跟他们在谈。但是我相信你要跟我们讲说在谈什么，是谈关税，还是只是谈一些小部分的一些小商品？那你根本都没有讲清楚。但是你放出这些风声出来，很容易造成这个整个世界大众的一个误解，大家会认为说你们私底下有接触哈，然后后面关税会不会有所缓和？但是外交部这份的影片出来，就是说斩钉截铁的跟美国讲，而且是跟全世界讲说，我们没有跟美国做任何的接触，跟做任何的谈判，你们断了这条心哈。那最后他讲了要打这个奉陪到底，要谈大门敞开哈。另外来讲，这部影片里面，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他用一个台风眼来表示，说如果我们现在如果说是这个要跪下去要退的话，就像退到台风眼中心，短暂时间你可能看到风平浪静哈，可是你很快你就会这个等到台风眼一移开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那中国现在最重要放这段影片哈，他的担当就是说，除了告诉自己国人、告诉美国之外，他也告诉全世界的所谓的南方国家，因为他现在要当头，你知道，就是我要跟世界上面一些比较这经济比较后半端的这些国家，跟他们讲说，我做示范，甚至包括日本、韩国哈，他都等于说跟美国对抗，当一个领头羊。我觉得发布这部影片的意味十分的浓厚，但是也是告诉美国说我们没有在跟你谈。那我相信这虽然说是由外交部来发布的，但是也代表的我想说是习近平的意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的政治体制如果说外交部如果没有经过最高当局的认同来讲的话，他是不会自己发布相关这种影片，因为这代表整个国家在目前为止关税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那美国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他所谓的谈是从现在他定了245%的税率开始谈起，但中国说你要谈要回到4月2号，就从那个起点我们开始来谈起。那你不能说你已经征到我那么关税，然后慢慢往后退，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们既然要谈，就诚心诚意回到4月2号那天的关税，从那个基础上面我们来谈，到底什么东西你要加多少，什么东西要退多少。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谈，确实是让人家觉得说是有诚意的。那你如果美国做不到，我觉得中国这次态度，这段影片虽然表达的非常明显大家不要再犹豫不定，认为说是中美两国有机会或私底下有接触。我觉得这部影片就告诉我们没有任何接触。好，这跟川普1.0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很多人说，这川普感觉活在的是跟一般人民是平行时空的，很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最新也要来听听看，他对于这个中国这边的贸易谈判又有新的说法了。赶快来听他怎么说。Look, a little bi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obviously. Right now, they're not doing business with us. You know, people talk about going cold turkey with China, meaning just forget about it. We were los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with China, and now they're not doing any business with us, you know, not because of them, because of me. Because at 145%, you can't do business. But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that's going to be positive. 好，他说很正面而且说跟中国的谈判取得了一点点的进展。好，这多一点点嘛，我们在好，然后来看呢，这川普执政100日了，他说我真的获得了很多的乐趣，真的很像他会讲的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哪来的乐趣。他执政100日，他之前接受了大西洋月刊的访问，他说比起第一任的总统任期获得了很多的乐趣，不只是治国，也治理了全世界。对啦，全世界的股市被你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下就是这个跌，又突然涨。好，那我们也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有一个惊人的建议，我们也来听一听。
like the gentleman you interviewed, stop ordering. China has no business model. Their business model is predicated on selling cheap, subsidized goods to the U.S. And if there is a sudden stop in that, they will have a sudden stop in the economy, so they will negotiate. 好，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思维哦。他说，停止向中国订货，中国就没有了商业模式。但要看到底是谁依赖谁比较多啊。好，那当然也是贝森特哦。他说，美洲贸易战，美国是更占有优势哦，所以不担心商品短缺。然后他说，这个征收高额的关税而出现的商品短缺局面哦，在这场贸易较量当中，其实美国明显是有利的哦。好，但是其实这个现实上是美洲贸易战升级。美国的货架哦，拢是空的啦，而且价格还涨，甚至还出现了大裁员。好，随着供应链的中断，美国的就业市场哦，其实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物流跟零售行业哦，这些工作岗位都会大规模的流失。我在美国的朋友就说，确实当时关税战一发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shopping mall 完全就是空架的，没有东西在上面，都被抢光了。所以不知道这贝森特买的是哪一个时空的超市。好，那看到美国关税的回力标也持续了，这节日花凉了，超市货架空了，医疗供应链也崩了哦。所以看到这个医疗用品公司每日召开的关税作战会议哦，在应对供应链断裂的风险，确实很痛苦。所以痛苦的也包含美国的小企业主哦，他直接说了一段话，我们赶快来听一听。So we have $150,000 worth of dog harnesses sitting in our factory right now. And with the current 145% tariff, it would cost me $217,000 just to bring it into the country. So I'm actually better off just lighting that on fire and taking the loss than I am trying to bring it. 其实蛮可怜的，他讲的蛮绝望啊。他说啊，那这样子我最好还是把它都烧了。这是他的产品，他的商品，他宁愿烧毁，直接承担损失，也不要运回美国。好，所以百度就热搜了第6，美企老板说，还不如一把火烧了库存哦。那美国离不开中国，美企就只好让消费者买单，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因为没办法的话，我就只好转嫁给消费者。所以你看到美国媒体画了一个没有中国制造的家，这走进美国家庭的厨房哦，大量用品其实都深深的印刻着中国制造哦。那美国所有的家用烤面包机其实都是进口的，所以每一台几乎都是来自中国。这从中国的进口率达到了99%以上，所以美国是真的离不开中国制造。好，那前川普的顾问也说哦，其实现在征关税是频频计付，美国人最想念的还会是中国商品哦，所以就代表美国现在最依赖的货架、最不可或缺的商品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好，如果我们看到像是天猫的部分产品哦，也因为关税战价格都是涨。现在这类的包裹将面临征收，相当于是货值120%的关税哦。那货证的这个邮政的包裹单件就会被收取至少是$100的费用，那当然就是消费者买单啦。那亚马逊的执行长也说，我们确实有蛮多的商品，有将近是1000个商品，平均的涨价来到了29%，所以他也直接坦言，这些关税的负担都是消费者来买单。不过我们也看到金砖国家现在联手在抗美吗？王毅说，美国长期从自由贸易当中大量获益，到现在拿着关税，举着这个大旗漫天喊价。如果选择沉默不作声，那妥协退缩只会让霸凌者得寸进尺哦。那他出席了这个金砖外长会晤，也说了4点来阐明中方的方向。他说，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当然就希望跟金砖和国家来进行合作，一起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来均匀的合理反映全球南方的共同意愿。所以金砖国家马上就要开会了，他们当然还是在讨论川普的贸易政策，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来进行一致的应对这川普现在非常激烈的威胁。好，我们首先还是请教赖老师。我觉得美国最大的危机是在于他们的决策者对于中国的不了解，还有对于自己美国的不了解，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啊。大陆的跟美国的贸易额只占它 GDP 总额3%而已，3点多一点，所以没有美国的贸易，中国大陆的 GDP 不会瓦解啊。那如果以对外贸易来说的话，这个
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的贸易额大概13%左右，过去是18、17，然后现在是降到13，甚至还有可能降到11。那以现在的贸易战来讲，很有可能只降到个位数了。但是这样不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整个对外贸易的一个 GDP， 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很大的影响。例如说 IMF 最近最新的一份统计资料，本来他们估计在今年的时候的贸易这经济的成长应该是强劲的复苏，那本来是3%，现在已经很悲观了，往下走了，下修减掉0.3%，只剩下2.7%。可是美国受影响，欧盟受影响，绝大部分的国家受影响，结果他们列到中国这一项里面，它受影响的比例是0.00%，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IMF 计算出来了以后，中国在美国的贸易战中，它的 GDP 没有受影响。那这为什么？这原因就在于大陆已经准备好了，大陆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场贸易战。我举个例子，贝森特真的是有点呆了，他是我看过最呆的财政部部长。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美国卖到大陆卖到美国的商品，他说中国还在补贴。请问一下，烤面包机如果占99%，还需要补贴吗？也就是在美国的市场里面，你占比50%以上的，你都不需要补贴。补贴的目的在哪里？补贴的目的是让你更有竞争力，去占更大的市场。当你整个美国，你的烤面包机100个面包机里面99个来自于大陆，你的绞肉机80个来自于中国大陆，你的婴儿车70几个、80几个来自于中国大陆，你几乎你所有能够用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我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了，我还需要补贴吗？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完全不懂得美国，也不懂得整个经济，也不懂得中国，因为我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你的份额都被我吃掉了。他懂川普他懂川普了，所以狗腿，对狗腿到这个地步。好，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商品到中国有没有可替代性？有，你可以到澳大利亚、到巴西、到很多国家买牛肉、买大豆、买玉米，你不需要跟美国买。石油、天然气也是一样，连波音都退货了。那请问一下，那为什么川普主动把中国卖到美国的3C产品关税一下降到0？因为你不得不买嘛，那就是1000多亿了。所以不要吹牛啦，贝森特。好，岳教授，贝森特接着讲我告诉你，他也不是吹牛，这是我典型的我读大学时代的话，就是读这个美国人办的大学嘛，就东海大学嘛，见的美国人可不少美国人基本上都很骄傲。但是从来这个英文叫 arrogant，就贝森特表现的态度当索罗斯的这个操盘手的表现，你看这个样子就大家会怕，你知道吗？这种美国人他非常骄傲。他刚刚说了什么话？他说买中国货就是买一群便宜货，然后补贴过来的卖给美国的。他到底懂不懂我说句良心话，现在整个川普的内阁，他这个牛都吹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里面所有的成员当中，这个内阁成员都不合格每个人问题都百出。我本来以为说这里面只剩下从马斯克退了以后，因为马斯克自从跟这个贝森特两个人胸顶胸以后大吵一场以后呢，我就觉得说贝森特可能还是稍微有点智商。现在发觉好了，我估计错误了，他的智商也是很普通，因为他讲那种话其实基本上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以前的形象中就是把中国的形象讲出来。但是他犯了3个错误，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中国现在的话呢，货品产生的很多地方，大家看看消息这大陆不一定要卖给美国对不对？我们讲说是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第二点的话呢，大陆说不贵的意思，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不贵的影片当中，第一个镜头是文化大革命的镜头第二个镜头就是孟晚舟的镜头就说贵的下场，贵跟不贵都这样的。当年的话，文化大革命之后引发了民族自尊心后来的话，贵的结果就是孟晚舟被乱七八糟抓起来所以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中，要看他的影像，我不能光听英文了。最后讲一句话：反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他把它换了一下，反正反对对象都是纸老虎。这个用英文来讲的话，大家一听就是毛主席的话嘛拿着我记得。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我必须要强调，整个美国都没有搞清楚事态的严重就大陆已经做好了坚决。我不管怎么讲
这个大家都要知道，在大陆本身来讲，就会发觉，美国这一次的话，用讹诈的方式，用欺压的方式，用欺凌的方式，坦白讲啊，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硬气过。大家知道，大家记得吗？还记得有个副总理叫刘鹤吗？那个时候的话呢，川普1.0的时候，他跑到美国去讲，讲的结结巴巴都害怕了要买这个大豆买玉米什么的那感觉上的压力很大。那川普脑袋不能够只留在过去大家要知道吗？现在取代像这种农产品大豆高粱这种是刚需的，一旦跟人家买，我跟你讲，要跟巴西买，3年前就要准备给他买的话，一买起码买30年。美国的农产品就不要笑中国，中国就是即使脱钩断裂也无所谓。好，确实这两方的这个较劲意味现在越来越台面化了。这将军，美国现在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很多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那试问一下，为什么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并没有拿着枪口去逼你政府一定要跟我中国买东西是你老百姓自己要我的东西嘛？这纯粹就是商业行为。那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会买中国的东西？只有一件事情嘛，就 CP 值高，物美价廉，所以他们就会去买。那长久以来，我只能说你美国人自己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你自己生产业你自己不去制造，你不去生产，然后你将把这些东西辛苦活这个脏活叫中国去干，那中国干出来以后拿回去你美国卖给你们用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美国人，让你美国人在家里面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物品那你美国现在这边埋怨抱怨什么？你说这个制造业要移回去，你有可能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贝森特你讲这种话，你等于说他当然了，他是华尔街出身的金童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基层民间的疾苦。现在来讲，我们看到美国来讲，一般民间这个基本的食衣住行包括吃的东西，包括用的东西，包括卫生用品，包括厨房用品这是我们每天要用的东西，小孩的奶粉奶嘴这些东西。你现在来讲，对他们来讲是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说沃尔玛以前说，你还是要卖给我，为什么你还是进口给我？为什么？就第一个就是他们是服务业嘛，如果说他没有货架上面没有东西卖的话，他怎么办？他就先倒了。那对一般的这种老百姓来讲的话，他到沃尔玛去买东西，他还买不到东西，他怎么办？你说现在来讲，到别国去找替代进口，那别国不管是越南或干嘛，你又说人家洗产地，那到那边去买，就还是从中国过去那边卖到你美国的。所以我觉得贝森特讲这种话，你要体谅一下你们这些老百姓你们基层老百姓来讲，他面临的这个物价上涨，当这个货品少的时候，很显然而然就是这个物价会上涨。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高峰。高峰是什么时候？5月份，因为前一阵子他们囤货嘛，囤货来讲，如果现在卖光了，我跟你讲，等5月份没有货的时候，那个价格会更飙涨。所以美国人这时候急着赶快跑到中国来，赶快多来几趟5一劳动节，买一些东西带回去。好，确实看到现在这个美国人到中国大陆扫货的人蛮多的，但也确实就像是5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好，到底这个两国的对话迟迟没有一个下文，大家还是在等到底后续的状况是如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大家也是很关注的一个国家的选举就是川普说来自我们51州的加拿大。好，加拿大现在选举是正式的确定是由这个自由党的卡尼宣布胜选了这是最及时的讯息，就是加拿大大选出炉，总理卡尼宣布赢得了大选那自由党是继续来执政了。好，我们看一下内文这加拿大的大选持续开票当中，不过现在已经是确定了。好，那当然也看到了保守党这边其实这个就是落败的情况。那执政自由党卡尼也发表了胜选的演说他就讲到了川普他说川普试图摧毁我们，但是这不会发生。他说他会全力的维护还有雄心团结等价值观，承诺跟民众来共同努力推动国家的进步，来保护加拿大，会跟川普来讨论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好，不过我们也知道这川普真的是在这一次加拿大选举当中是一个催化剂。好，原本这个自由党看起来是不会继续执政的，结果也就是因为川普牌发酵，所以现在他们是获得了胜选。好，川普就是因为屡屡就说这个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言论也让卡尼拿到了这张牌之后，当然就是一直跟川普对杠他说美国想要我们的土地资源还有水，他说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
攻。他说川普试图要摧毁他们哦，他说这样美国就能拥有他们，但他认为这些都不会发生。不过我们也看到，这加拿大的大选日，其实川普还是继续放话，他说好吧，为美国的第51州投票吧。我其实真的不理解川普他怎么敢讲这种话？人家是国家他以为他真的是他的一个州吗？川普他说祝伟大的加拿大民众好运要选出一个有能力跟智慧的人那他当然也说这个完全免关税或这个税收，只要加拿大成为我们的第51州就可以这样子了。哇，真的是讲话真的蛮会吹的好，那美国呢也开始带一些风向，也就是美国媒体，因为他们就说加拿大这场选举的特殊性意义就在最具影响力的候选人竟然是不具参选资格的川普，他的争议言论结果彻底重塑了整个选战的格局所以也让自由党意外捡到枪。那加拿大现任的总理在大选中当然也有些政治包袱，结果美国媒体说不是我美国，是你们中国，又扯到中国上面，说怎么选举辩论被问到了加拿大面临什么最大的威胁就说是中国的问题。好，那当然也看到中国干预加拿大的选举说什么批评北京的候选人面临悬赏，那其中这个要角呢就是郑敬一不是郑中基，而是郑敬基。好，那他开展了可能是所有参选当中最低调的竞选活动说中国政府有批评这件事情。好，那就在投票的前几天，加拿大政府官员也透露说，跟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中文网站对郑敬基进行了协同的在线攻击说进一步的削弱了他的竞选空间。但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现在美国对于加拿大的科学家也是蛮反感，他们拒绝他像是这个加拿大的 AI 研究员，他在美国居住了12年，算是加拿大籍的华裔啦。好，那他现在在 OpenAI 他最近就被美国拒绝发了绿卡。好，那当然他的这个同事就说我们共事过，觉得他是个蛮优秀的 AI 人员那他说如今却被迫离开美国，实在令人蛮担忧的。所以他会不会回到这个东方华人世界这边来说大家也是蛮关注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辉达有中国辉达之称的就是海光资讯，它的20亿营收5亿净利也引爆了 AI 的晶片，说这海光资讯呢在 AI 的技术上面其实是王者加冕。那凭借着高强度研发投入跟持续技术的创新，公司在通用计算还有人工智慧的市场上面是一路狂飙，所以它的营收第一季度就是24亿元这同比增长了 50.76%， 确实是一个未来可以看到一个趋势蛮厉害的角色。那现在辉达是不是又剉在蛋呢？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在今年春节假期的时候，这辉达的股价啪一夕之间往下，就是因为 DeepSeek。好，那接下来 DeepSeek 的 R2 模型也要问世了，会不会又再掀起一波震撼呢？好，可以看到这个 R2 的大模型将采用的是更先进的混合专家模型那总参数量较前代的 R1 提升了大约是1倍，预计会达到 1.2兆，这单位推理的成本也比GTP4 大减了 97.4%。 好，总而言之就是它的 CP 值相当高啦。好，那我们首先就问赖教授，黄仁勋真的是生不逢时他那个努力的工作沉潜这么多年，总算开发出一套这个 AI 这么好的一个晶片，而 AI 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往上冲了。是，因为原本大家对 AI 是有疑虑的，但是现在已经证明了 AI 的功能是十分强大 ，AI 的应用性也确实很广，它也可以用在这个机器人上面，所以 AI 的时代已经来临。既然 AI 的时代来临，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其实连我们这样的人也都要跟上时代的话，就必须要使用学习 AI， 我想这是必然的。所以它的市场的需求量是如此的大，其实这个本来对黄仁勋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时机。结果我为什么会说他生不逢时呢？怎么会出现一个像拜登，接着又出现一个像川普这样的人？先是拜登，后来是川普，把他的路都东砍西砍。黄仁勋讲的一句名言非常好，他说市场是搬不走的，市场才最重要，市场才是他们企业的养分，市场占有越多，你赚的钱越大，你本身投下研发的资金比重就越多，
你的产品就越有竞争力，就越优质，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领域中执牛耳，这个是一个必然的道理。但是问题就在于拜登对他东砍西砍，现在川普砍得更凶的情形下，使他寸步难行。那问题就在于，当他寸步难行，是美国政府人为的因素，而中国大陆的政府上上下下在帮助他们 AI 晶片的一个发展。所以大陆的 AI 晶片，你看华为的910啊，要跟 H100来拼了，要 PK 了。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推广给各企业去试用了。当大陆的很多企业他们发现华为的更好用、更便宜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买你美国不肯卖的辉达？所以英伟达它本身就辉达有可能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失去了中国大陆市场。你不但失去中国大陆市场，大陆会反过来在国际间跟你竞争。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生不逢时。早知如此，搞不好赶快搬回中国大陆去，到大陆去发展，说不定还有另外一个更广大的天地啊。这题外话，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卡尼他基本上来讲仍然是仇中反中的，他没有改变他仇中反中的立场，但是他发现名气可用。所谓的名气可用，就是现在的加拿大人更恨美国人，更恨川普，因为川普他是真的想把加拿大并吞哦，他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的想把加拿大并吞，他一而再再而三不停的羞辱加拿大人，使加拿大人的自尊心很严重的受损。过去加拿大人追随美国干尽很多坏事啊，加拿大是满嘴人权，但是干尽人权坏事啊。以前杀印第安人、杀原住民，把很多原住民现在都被暴露出来了，他们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孟晚舟就是近代的事情，孟晚舟很明显的就是违反人权，非法的。孟晚舟是过境但是为什么会把孟晚舟逮捕，把他拘留？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想用这个华为的公主作为人质来逼华为妥协嘛。当初美国就是这样修理阿尔斯通的总裁，阿尔斯通到美国去出差就被美国扣住了，结果逼得阿尔斯通被分割，然后阿尔斯通它的关键的技术超过美国的被贡献给美国，从此以后阿尔斯通就再也没办法那个独占这个鳌头了。那美国想复制同样的方法，把孟晚舟当人质，但是任正非不屈服，孟晚舟不屈服，最后中国逮捕了2位加拿大的特工，本来在最后的时候他要移到美国去其实后面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上百位美国的特工要被逮捕，这个时候美国司法部才把孟晚舟放走嘛。对，所以这个故技重施的伎俩一直在出现。教授，聊一聊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成也美国，败也美国我跟你讲，我读书读这么久，没有见过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羞辱到这种地步的，没见过因为我们成长于2次大战之后大家都强调就是说是这个民族自觉、主权在民没有一个国家这样羞辱的连那个小小的那个金发人发言人李维特都敢讲大家欢迎到那个美国第51州来什么的，就讲哇，这难听的要死。其实谈加拿大他这一次这个 Mark Carney 他本身是可以说是加拿大最聪明的人。虽然美国选出个又笨又坏，加拿大这一次的话 ，Mark Carney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你知道 Mark Carney 是做过英国银行Bank of England 的英国银行的行长这不得了的工作就好像说那个大清帝国用了韩国人、用了朝鲜人当那个户部尚书一样道理这非常非常了不起那再回来的话呢，他接了杜鲁道，那个杜鲁道被当成笑话来看待那川普对他的侮辱什么的，杜鲁道接受了川普被侮辱以后呢，讲了2次话，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翻一下，非常感人就是说呢，从诺曼底登陆开始，你美国人旁边站着加拿大人然后呢，你911的时候的话呢，美国人第一个诉求的就是要飞到加拿大境内来找安全的地方然后呢，你上礼拜的大火的时候，加拿大大火的时候，上个月了好几个月前，在大火的时候，加拿大就派出来帮你救火加拿大一直站在美国旁边，现在美国居然要整我们要加关税什么的，完全拿我们当玩意儿，现在居然要并吞我们那你杜鲁道讲这个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孟晚舟到加拿大过境才是过境，你把他抓起来
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说呢，加拿大呢成于美国，败于美国。你现在就一直不断的在拍美国马屁嘛啊。那大陆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大家知道啊。这个两权相争的时候啊，剩下小弟都是塞耳光的。加拿大就被大陆就直接抽125%的关税啊！美国跟大陆之间是加来加去才加到145啊！加拿大本身来讲，一来就是125，就是人家不会甩你的啊。那加拿大目前为止处境很尴尬，它处境呢有3大尴尬。第一个的话呢，就加拿大自己不晓得自己啊，这个立场上来讲，到底是该跟着美国走的，还是跟着世界趋势走啊？连公理强权啊，连那个霸道跟公理都不能够分。啊，这个第一个悲哀。第二个悲哀的话呢，加拿大目前为止啊，据说了啊，经过全民投票，有100以上人呢愿意加入欧盟，加拿大愿意加入欧盟，你一听就很好笑嘛，对不对？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更难过的事情，就加拿大到目前为止的话，它确实是经济上非常依赖美国，这个不是靠民族主义能够改过来的。为什么川普到了今天还敢讲这种话？就说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州，这个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然后他讲了解释原因，就你完全依赖我们，甚至于美国说川普乱讲哈，但我们打1折就好。说川普说2000亿，但是说我们美国人都拿出200亿的美金来帮助你加拿大的这个经济，那你确实是依靠人家，那依靠人家，你又没有那种不贵的勇气啊，对不对？然后你在选择上来讲，你又不敢不选美国，那你说骂中国给美国听，就这个结果。哦，确实，现在这个加拿大真的51州蛮羞辱的哦，将军。NVIDIA 刚开始做出来晶片叫 H100那时候美国因为这个它科技要对中国管制，所以说限制这个 NVIDIA 不可以将这个 H100的 GPU 卖给中国，所以那时候黄仁勋特别就做一个降轨版叫 H20的晶片卖给中国，但是没想到 DeepSeek 居然用 H20的这个降轨版的晶片做出来 DeepSeek，我想这个过程大概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段印象，然后引起美国一阵的这种恐慌NVIDIA 股价因此而下跌，说我不需要那么高阶的这种晶片，我就可以做出这种比 ChatGPT 还好的一个演算的效果，那时候大家就很紧张。所以，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为什么黄仁勋又要开始紧张？因为美国现在 H20也不准他卖到中国去，因为发现 H20也可以做出来，就不准他卖去，不准卖去。那黄仁勋又亏了55亿，因为他做出来晶片你不准他卖，他是不是就是倒亏了55亿？那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没想到中国他们自己搞出来了，你知道？他就搞出来，华为搞这个东西叫什么？那目前来讲的话，它原来的做出来晶片叫升腾910C ABCD 的 C 那号称它的效果。它又不是 H20它是跟 H100来对比跟 H100听说可以到达 H100的这种效能到80%，那已经很高了就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事情是说，它下个月要推出来一种晶片，但大家都还猜测了，是910D ABCD 的 D 那就甚至于比照 H100，甚至于有可能对标 H200的那种晶片的 GTP 的 GUP 的效能那在这种时候，当然我觉得黄仁勋当然会紧张。我相信黄仁勋应该事前就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所以我们可以解答为什么说那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到中国大陆去拜访中国大陆的商业部的官员来讲的话，他脱下他那件皮衣，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很正式的去拜会，因为他当然紧张啊。如果说这一下子 H20已经让他亏了55亿，那这下如果再出来的话怎么办？当然，很多人质疑说，这个中国，你有这种设计能力，对不对你这个，那你有没有办法生产出来这种晶片？当然会有，因为以前来讲的话，这些晶片大部分都是台积电在制造嘛，那台积电靠的技术就是，它有这个极紫外光机 UV 的这种光机，那中国没有这个 UV 光机，它只有到 DUV 它只能一直靠重复的曝光啊，或者是说，要靠着这种技巧。来做出这个晶片，但不可讳言，这种晶片做出来，它良率就会比较低